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一座修建于民国时期的石堡寨。据说这个寨子呢，当年它的周围有很多古怪的石林，而且非常的坚硬。当地的人就用这些石材来修建了古老的山寨，并且呢，抵御土匪。那这些石寨究竟长什么样呢？我们就一块儿去一睹真容。刚才开了几十分钟，就沿着这个山路一直在攀。本来我说是在路上找村人问一下，结果路上一个村人都没看到，因为周围白雪覆盖了整个村落，而且这个路面还特别的窄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条路。我们先沿着这条路往上面去看一下。因为周围的确现在已经是怪石林立。而且很多大石头都堆在路旁。找了半天总算是找到这个古寨子了。它就在这个薛村的半山腰，你看。这就是它的城墙，看上去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。那据资料显示呢，这里它修建于民国10年，也就是大约在1921年左右的时候修建完成。而整个寨子它占地面积大约是2700多平方米，全部都是由周围的那些古怪石林里面的大石头呢修筑而成。这里就是它的进门处，走进去看一下。你这古门非常的有意思进门处呢并不是很大，就是这种铁门，而且你看特别的粗，差不多半根手指左右，已经是比较锈足了。这里还有人以前坐在这里吗？哇哦，看是一个拱形的石门。这好像是一个床吧？进门处这就是古村落了。以前这里都是有人家的，沿着门，非常的古老。这房子你看都是一栋挨一栋的，但是每一栋呢都并不是很大。好古老的木门，看上面还有木窗户。打开，看一下里面，好像堆放了一些东西。看见什么？这应该是一个中庭吧？这房屋都已经是破败不堪。你看中间有一个很粗的屋梁架在这里，上面还有原木、木条、稻草，还有砖瓦。以前放东西的，这个造型看上去其实有点像是那种窑洞的风格。墙都塌了，你看这里有一个门。可以通到那边的窑洞。
现在从这里都可以走出去了。这个过道啊，是特别的窄。你看地上啊，还有那些人他们曾经留下的衣服啊，还有裤子啊，些都埋在土里面了。上面是拱形的。你看窗户，也是比较小。很有特色啊！这好像还有一口井。哇哇，这里还有像陷阱一样东西。哦，我还以为这是一口井。结果不是，树枝啊，在这里面长得是非常的茂密。你看，这像是一个甬道一样的石桥，旁边这里还有石梯可以上去。房间里面都是空的。哇，这里面感觉像是养家禽的地方。你看地上啊有很多的稻草，这还有一个轮胎，这个高度应该得有4米左右。看这里面，你看这个门啊，门框都是木质的结构，现在门已经没了。你看这里的踩的地方都是木质的，放物品的地方。哇，这个地上还有烧过纸钱啊！这里好像是堵了一件衣服，这外面可能以前是观察窗口吧。啊，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储藏室，并不是很大。这里也有一间。窗户啊特别的高，但这里面又只有1层。那这中间啊，就这样的一个景象。哇，来看这里，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还有地宫吗？哇，这里面蛮深的。走，上去看一下。这里还有很大的一个像石井一样的口。哇哦，知道这个石槽有什么作用吗？给我的感觉啊，这并不像是住人的地方，而是在过去储藏水的地方。因为人很多，所以大家要喝水，那这里正好就可以储藏水。平时要用的时候呢，就拿那个水桶在这里来，就可以一桶一桶的这样提上来。而刚才的那个孔呢，很有可能是一个观察窗口。这里面还有一个石洞，已经长满了苦蒿。
这有一个倾斜式的一个平台，上面特别高。我估计这里有可能是以前啊堆放物品或者说是储藏物品所使用的，平时呢可以遮风避雨。你看底下这里还有一些石槽。哦，来看这里，连着石头，是不是很怪异？这应该就是从那个怪石林搬过来的。这一面看上去啊，就像大象的腿一样，而底部呢又很平，是不是还蛮奇怪的？在那个地方有个碑记，下面好大的一个坑啊！哇哦，这一块碑记应该就说明了这个地方啊，上面写上了“永垂不朽”，有些字看不太清楚了。你看旁边这里刻上了“民国初造，政体改革，各处土匪城奸蜂拥而起”。下面看上去很吃力了。这个落的时间是中华民国25年岁，也应该就是在1936年的时候竖的这一块碑，那说明可能曾经啊，这些人就在这里抗击土匪，然后有一些人呢过世牺牲了以后呢，就竖了这一块碑。这时间啊很长了，不过现在周围全部都是苦蒿，是一种药材。这一面就是山寨的石壁，看上去是不是很坚固？在这里还有一道木门，很多的大石块堵住的。哦，连这木门啊，很有历史的厚重感。旁边这里啊，包上了铁皮，你看上面榫卯结构的，木头和木头插在一起，然后这样打开。而旁边这里的石头上面，你看还有圆形的石槽。哇，这个打磨啊，真是特别的棒啊！旁边这里是对称的。不过很可惜啊，现在门锁上的，看一下外面，好像是通到了另外的一个区域。到那边看一下。你看以前小时候啊，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，在课本上就说到，当时在民国初期的时候，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、经济与政治的变革，是导致当时那些军阀他们混战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啊，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一定非常的不好，所以也是导致那些土匪猖狂的原因，就有点像我们玩过的 GTA 罪恶都市。那你看，很多的百姓就想办法出逃，但由于路途啊很远，而且山路又很崎岖，有一些人还带着一家老小，所以经常就会在半路呢被困，或者说是被害。于是啊，在村里面就有几户有钱的人呢，他们就集体出资，想尽了各种办法就地取材，在这里啊开山取石，历经了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吧，最终建成了这一个石寨。这里面大多都是空的，看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孔，不知道是不是观察窗口。这里面还蛮深的，走过去看一下。这个寨子啊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你看这个里面啊，既有这些小的石头房子，还有石梯啊、甬道啊，甚至储水的地方，可以说是麻雀虽小啊，五脏俱全。在过去
一定是一个天然的防守要塞。哦，这里就是这样的，像是一个柴火房。这就是那个观察窗口，不知道做什么用的，只是蛮有趣的。这上面还有一个窗口，不过现在用石头堵上了。这建筑啊，既是城墙，又是可以住人的地方。这里有个古老的石头，好像是插旗子。周围有很多的石槽。好多的石头啊！哎，这里看上去像是一个灶台一样。看，哦，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房间，储藏室吗？哇，上面还有你看木条，看一下。哇哦，我感觉这好像是碉楼吧。你看，这应该是观察窗孔，非常的小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外面。能看到有什么吗？哦，上面的高度啊，应该得有6、7米左右。就在这样的地方啊，钻来钻去的，是不是还挺独特的？都是相同的格局。你看这个山寨的中间啊，房屋都是残缺不全啊。这地上有好大的一个石磨。古代的遗迹啊，这面墙上面，我感觉应该是供奉佛龛的，现在都是空的了。哎，这里的土坡你看都垮塌下来了，这样能上去。哇，特别的陡啊！窗户，上面来看一下全景。哇，哇哦，上面好多的积雪啊！不过从这里看下去啊，这风景确实特别的不错哦。看，周围的这一层层的像梯田一样的这种山丘。这是刚才的碉楼吧？看一下，并不是很高。来到顶部啊，眺望远处的那些连绵起伏的大山，
真的可谓是若隐若现。刚才呢，我就观察了一下，你看这上面的城墙啊，它其实距离底部呢还是蛮高的。哇哦，这高度啊，应该至少得有7到8米左右，而上面的宽度也差不多得有6米。在古代的时候啊，这里不仅是一个天然的防守的要塞，而且你看居高临下这种独有的梯形的结构，在晴天的时候，那可谓是一览无余的观察敌情。不过如今啊，你看这个中庭啊，这些建筑已经是残垣断壁、残破不堪，有一种凄美的感觉，或者说是一种凄美的艺术吧。好吧，那这里呢就是这样了。我是阿生，那我现在在河南薛村的安乐寨，那我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在下一集中，阿生会在深夜去探寻上世纪的一所废弃的大学。据说这里曾是以培养顶尖人才闻名全国，可却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宣布倒闭。怪异的建筑内又隐藏着什么危机？这怎么走我都不记得了。